2025年深秋的黄海突然间战云密布，中共在黄海海域进行连续8天的实弹射击演习，炮声隆隆不绝于耳。这场异常罕见的长时间军事挑衅让整个东亚神经紧绷。从17日开始，中国解放军原本宣称只在黄海中部进行3天演习，但18日临时加码，将实弹射击延长到25日，整整连续8天。黄海南部广阔的海域被划为禁区，真枪实弹此起彼落，仿佛要以火力震慑邻国。这8天里，中共媒体高调宣传解放军枪已上膛，剑已出鞘，扬言随时准备打胜仗。在国际社会看来，北京此举带着明显的示威意味。黄海的咆哮炮火不仅针对着西太平洋的战略板块，也是对东京发出警告。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日本政府高层公开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暗示若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将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武力介入。北京对此大为光火，中日关系骤然恶化。黄海连番军演正被视为中共对日本强硬表态的报复和施压。更令人侧目的是，北京方面不只动用军演展示武力，还出动外交与经济手段同步反击。中国外交部在演习期间措辞严厉地谴责日本，要求日方对台湾有事言论给出明确交代。一时间，中国官媒连篇累牍地批评日本所谓军国主义复苏，甚至中国多家航空公司突然宣布日本航线机票可免费退改，希望减少中国游客赴日，以报复日本的外交动作。短短几日内，中日之间从唇枪舌剑到实弹军演，火药味迅速升级。面对解放军在黄海的咄咄逼人，区域内各国无不屏息以待，担心擦枪走火。然而，就在局势剑拔弩张之时，日本方面的一项震撼宣布，让情势出现戏剧性逆转。在中共黄海实弹射击进行到第8天的时候，日本忽然高调亮出一张王牌，一种被戏称为毁天级的未来武器公开现身了。日本防卫装备厅正式公布，他们研制多年的高速电磁轨道炮 Electromagnetic Railgun 在今年夏天完成了首次舰上实弹试射，而且一举成功命中目标。这条消息有如平地惊雷，让原本气势汹汹的北京当场腿软。毕竟电磁轨道炮素有一炮打回石器时代的威名，一旦成熟部署，足以改变战争规则，其威力和意义绝不亚于核武问世前夕的关键突破。日本防卫装备厅公布的试射影片随即在网络疯传，画面中只见海上自卫队的试验舰飞鸟号 JS Asuka 缓缓瞄准远处靶船，舰尾甲板上一门科幻感十足的电磁炮塔蓄势待发。随着一阵低沉的嗡鸣，一道炫目的电磁弧光划破海天，紧接着一发高速金属弹丸呼啸出膛，以5倍音速，约每秒2300公尺的极限速度直扑目标。不到瞬息功夫，远处靶船上腾起浓烟，弹丸竟直接击穿了厚重钢板，在钢铁船体上留下骇人的贯穿孔洞。现场观测的自卫队人员无不瞠目结舌，传说中才有的电磁炮威力如今真实展现在眼前。砰！伴随着电磁炮发射的声响回荡，黄海上的解放军雷达荧幕或许瞬间一片茫然，因为这一炮既没有传统火炮的猛烈火光，也没有飞弹升空时的炙热尾焰，仅仅一道肉眼难及的高速暗影便将目标拦腰洞穿。日本媒体形容道，当飞鸟号试验舰在海面上划出那道电磁弧光，等于在全球海军参谋部的沙盘推演上重新划下了一条红线。这不只是一场武器展示，而是对既有海战逻辑的正面挑战。要知道，自从冷战以来，飞弹称王一直是海战不变的定律，但日本此刻仿佛在宣告，飞弹主宰海洋的时代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者。消息传回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东京方面的军事专家难掩兴奋，将这次试射成功称作撕开海战新时代裂口的震撼一击。在许多日本军事评论员眼中，电磁轨道炮的出现意味着海上作战正迎来几十年未见的大变局，甚至可能回到一击必杀的决战时代。只不过这次决胜千里的射程
远达约185公里之遥。与此同时，北京的反应则明显透着心虚和不安。尽管中国官媒极力对日本进行口诛笔伐，列举电磁炮的种种技术瓶颈，试图贬低其重要性，但私下里，解放军高层绝不可能不为之倒抽一口冷气。他们长期引以为傲的导弹优势，竟在邻国的一项技术突破前变得如此脆弱。难怪有舆论用北京腿软来形容此时中南海的震动。就在不久之前，中国还仗着导弹军力对日本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如今日本亮出的电磁炮犹如当头一棒砸碎北京的迷梦。究竟何谓电磁轨道炮？为何说它是足以毁天灭地的神兵利器？我们不妨从头揭开这神秘武器的真面目。传统的火炮发射炮弹需要依靠火药燃烧产生的高压气体推动弹丸出膛，然而电磁轨道炮完全抛弃了火药，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电磁力。它利用两条平行导轨通电后产生的电磁场，瞬间给予弹丸以极强的加速度，将其像离弦之箭般射向目标。因此，电磁炮发射时没有硝烟与火光，只有电流激发的电弧闪烁，弹丸出膛的初速可远远超过传统火炮的极限。用数据说话，日本此次测试中，弹丸初速接近每秒2300公尺，相当于5到6马赫的高速。这种高超音速让弹丸具备惊人的动能和穿透力，哪怕弹头本身不带任何炸药，仅凭纯粹的动能撞击，就足以击穿厚重的装甲或甲板，造成毁灭性破坏。或许有人对一炮回到石器时代的说法感到疑惑，难道电磁炮威力真有如此夸张？当然，这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强调的是它的巨大破坏力和颠覆性意义。想象一下，一艘现代驱逐舰满载精密电子设备和武器，一旦被5马赫高速弹丸穿甲而过，其内部关键系统将瞬间摧毁瘫痪，如同回到了没有电力和科技支撑的石器时代。美国军方曾用类似比喻形容核弹的威力，如今有评论将其套用在电磁轨道炮上，可见这种武器在军事领域引发的震撼。电磁炮这种概念并非天马行空的幻想，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苏联等军事强国就开始研发电磁炮技术，希望将科幻变为现实。美国海军在21世纪初投入巨资，打造过多款电磁炮试验模型。还记得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2》里那幕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吗？美军战舰发射电磁炮，一击炸毁了金字塔上的巨型机械怪兽。那时观众或许只当它是特效、夸张，但现实中，美国的确曾测试过类似的电磁炮原型，甚至在2010年前后打出过超过3万焦耳动能的试射记录。然而，受制于技术瓶颈和预算考量，美国最终在2022年暂停了电磁炮项目，转而优先研发定向能武器和高超音速飞弹。美军当时给出的官方理由是技术成熟度不足，短期难以实用化，这让许多人以为电磁炮离真实战场尚远，可能只是纸上谈兵。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接下了这支几近熄火的接力棒，决心让电磁炮开花结果。日本防卫省早在2016年度就低调投入预算展开相关研究，起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一直到2022年，日本在防卫预算中正式编列65亿日元巨款，用于轨道炮的原型研制和测试，宣布将把电磁炮作为强化威慑力的关键一环。当时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明确表示，研发电磁炮有2大用途，一是拦截高速来袭的敌方导弹，尤其是速度超过5马赫的高超音速武器；二是对海上目标进行远距精准打击。换句话说，电磁炮既可以当作终极防御盾，也可以成为尖锐进攻矛。美国都弃之不顾的电磁炮，为何日本如此执着投入？究其原因，与日本所处的战略环境脱不了关系。日本四面环海，几乎没有战略纵深，一旦冲突爆发，国土将直接暴露在周边强国的导弹威胁之下。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扩充飞弹武库，不仅有东风系列中程弹道导弹对准日本，更不断试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等新型武器，令日本防空压力倍增。而同一时间，北韩的弹道导弹试射也是接二连三，甚至多次飞越日本上空。面对导弹雨般的潜在威胁，
日本深切意识到，仅靠传统的防空导弹拦截是一条烧钱且难以持续的死路，因为对手可以发射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导弹来饱和攻击，你却不可能用等量的昂贵拦截弹去一一对付经济上无法承受，更何况拦截弹还有命中率问题。正因如此，日本寻求一种以低成本破解导弹威胁的新思路，电磁轨道炮正符合这一战略需求。它发射的只是没有推进燃料、没有制导装置的金属弹头，每发造价可能仅几万日元，远低于动辄上亿日元的防空导弹。更关键的是，只要舰上电力充沛，电磁炮就能连发不止，不存在弹药耗尽的窘境。试想，当漫天无人机和导弹袭来时，传统舰艇的防空系统往往很快会被耗尽弹药，但装备电磁炮的战舰只要发电机还在运转，就能源源不断地倾泻火力。这种能量替代弹药库的理念，彻底改变了以往海战中火力与持久性的平衡。日本推进电磁炮，说穿了是不愿卷入你来我往的导弹军备竞赛泥淖，而想另辟蹊径，用非对称优势来顽强生存。此外，日本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具备独到优势，这也支撑了他们完成人所未成之事的决心。电磁炮最大的技术瓶颈之一在于供电与储能装置庞大而笨重。美军当年研制舰载电磁炮时，苦于无法将几万千瓦级的电源系统小型化，只得作罢。但日本凭借强大的民间电子和电池产业，有信心在高能量密度电池、耐高压电力控制元件等方面取得突破。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防卫装备厅积极与民营企业合作研制小型高效电源，甚至表示不排除未来邀请美国公司参与，借此让美军间接重启电磁炮开发。事实上，日本在2023年度又追加了160亿日元预算，用于研发电磁炮的连续发射技术，计划再用4到5年时间解决速射和散热难题。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是下定决心要把电磁炮从实验室带上战舰。他们清楚，这项投入若见成效，将为国家安全带来质的飞跃。日本电磁轨道炮试射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军事观察家们纷纷讨论其对未来海上作战的深远影响。许多人认为，这标志着海战规则的再一次被改写。过去几十年，飞弹打天下，让厚重钢铁装甲的战舰成了历史。现代军舰讲求的是隐身和电子能力，而非装甲厚度，因为再厚的钢板在反舰飞弹面前也不堪一击。然而，电磁炮的出现可能让军舰设计师重新审视防护的重要性。当近5马赫的高速动能弹从天而降时，即便是美军先进的伯克级驱逐舰，恐怕也如纸片般脆弱。更致命的是，这种攻击几乎不会提前暴露行踪，没有火箭发动机喷焰，没有明显的雷达信号，传统预警系统难以及时发现拦截，它只在命中那一刻才现身，而那时一切为时已晚。低成本、高隐蔽性、高破坏力，正是电磁轨道炮的3大杀手锏优势。日本这次成功试射，等于正式宣告其海上力量踏入新的作战逻辑。未来的海战很可能重新回到一击毙命的竞技场，只不过胜负将在比飞弹更远的距离上分出。当单发射击成本低到飞弹的零头，弹丸飞行速度突破5马赫，而防御方却对这种无声动能弹束手无策时，海战的面貌将被彻底改写。这迫使各国海军不得不调整未来军舰的设计哲学。速度、火力、电子战固然重要，但或许适度的结构强度和装甲防护将重新被重视，因为舰艇必须能够在承受极高速武器的打击后苟延残喘，继续战斗。有军事评论戏称，如果日本未来把轨道炮整合进新一代宙斯盾舰，那么海上战列舰或许会以现代版姿态重出江湖战舰，可能又需要抗打一点才能在电磁炮对决中存活。电磁炮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海上对舰战斗，由于弹丸初速极高，它理论上也能用来对付高速目标，例如来袭的弹道导弹与高超音速载具。传统拦截导弹面对变轨机动的高超音速武器往往力不从心，但电磁炮射出的金属抛射体不依赖精密制导，只要计算好弹道，就能直接用硬碰硬的方式击碎对手。虽然要做到用子弹打子弹难度极大，
但电磁炮每分钟可以多次射击，在空中形成拦截弹幕，增加命中概率。尤其在末端防御阶段，电磁炮可充当终极近防武器，将携带核弹头的来袭导弹硬生生砸成废铁，而每砸掉一枚导弹的成本，也许只是几块钱电费而已。这种以一敌百、以廉制贵的作战思路，对那些仰赖导弹、海洋战术的军队来说，无疑是极大克星。对于日本电磁轨道炮的破茧而出，北京方面最初的反应颇有色厉内查的意味。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先是刊文冷嘲热讽，强调电磁炮存在射程不足、散热困难、电源累赘等种种缺陷，断言日本离真正部署还早得很。文章甚至指出，目前日本试验用的40毫米口径电磁炮，其供电设备庞大如4个货柜，炮管寿命和连发能力也备受限制。言下之意，日本不过是纸老虎炫技，中国大可不必当真。然而，行内人士都明白，这其实是中国在强作镇定、自我壮胆。日本人都已经把电磁炮搬上军舰试射成功，中国哪能毫不担心？事实上，中国自己也不是没研发过电磁炮。早在2018年，中国网络上就流出一艘登陆舰加装巨型炮管的照片，据称那正是中国海军测试中的电磁轨道炮。之后，西方情报推测，中国可能进行了若干次海上试射，甚至扬言2025年前后就能装舰服役。如果这些传闻属实，那中国原本有望抢在美国之后，全球第一个将电磁炮投入现役。然而，截至目前，北京并未正式公开任何电磁炮试验成果。相比之下，日本这次大方公布影像与细节，倒让外界感到中国过去的高调宣传更像是纸上谈兵。有分析指出，日本电磁炮的实测成功将迫使中国不得不加速自己的项目，否则将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处于劣势。北京真正忧心的是电磁炮可能打破中国在东亚苦心经营的导弹优势。解放军近年靠着大量中程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对周边国家形成某种压倒性火力优势，让对手不敢轻启战端。尤其台海方向，中国的东风导弹被视为反介入的杀手锏，可威慑美日介入。然而，若日本乃至未来美国装备了成熟的电磁炮拦截系统，中国导弹饱和攻击的战术将首当其冲受到挑战。一旦导弹不再那么管用了，北京对区域的武力胁迫能力就大打折扣。可以说，日本电磁炮试射的那一刻起，北京多年的军事积累仿佛被人在地图上划去了一块重要拼图。难怪有中国军事学者感叹，日本此举丢出了一枚战略讯号弹。这颗讯号弹宣示着西太平洋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新的变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电磁炮计划背后还潜藏着美日同盟的新合作契机。此前，美国虽然叫停了自家的电磁炮研发，但如今见日本取得进展，美国军火承包商可能透过合作方式重新入局。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消息，意味着中国将同时面对日本技术和美国资源的强强联手。在电磁炮这个新赛道上，北京本想以旧有优势垄断话语权，如今却发现自己很可能沦为追赶者。北京当局除了加紧研发自己的电磁炮，并设法突破小型化电源等关键难题外，恐怕也会加速发展其他非常规手段来对抗。例如，加大发展极高速且弹道多变的导弹，希望以机动不可预测来逃避电磁炮的拦截，或者强化电子战和网络战，力图摧毁对手电磁炮的供电系统。然而，不论采取何种对策，中共过去借由导弹遍布而恃强凌弱的优势正在被削弱，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共黄海挑衅与日本电磁炮亮相这一连串事件，标志着东亚军事局势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看到，昔日奉行专守防卫的日本，如今不但不畏惧邻国的武力示威，反而以更具革命性的军事技术予以强硬回应。这种变化对区域安全是福是祸，值得深入探讨。一方面，日本掌握电磁轨道炮等新兴防御武器，有助于提升下阻效果。当北京知道对东京动武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拦截网时，也许会更加谨慎，不敢轻易铤而走险。日本的新武器越强，
中国对台湾或钓鱼台动武时顾忌就越多，和平或可因此多一分保障。但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也可能刺激军备竞赛升温，中美日俄等强权势必投入更多资源研发对抗和反制手段，太空武器、定向能武器、高超音速载具等领域都可能加速进展。特别是北京当局在军事上从不甘居人后，他们极可能斥巨资追赶电磁炮技术，甚至不惜冒险提前部署未成熟装备，以图威慑。而军备竞赛一旦白热化，各方更容易因误判引发冲突。正如这次黄海事件，原本只是言辞争锋，却演变成真枪实弹对峙。所幸日本以冷静自制，没有直接以武力对抗，但未来就很难说不会出现擦枪走火。随着日本电磁轨道炮计划的推进，可以预见未来数年东亚军力格局将出现新的消长。或许到了2030年前后，我们会看到日本新一代驱逐舰甲板上竖立着电磁炮塔，中国大型驱逐舰和两栖舰也装备上自研的轨道炮，双方便可能在西太平洋上演一场现代版的大舰巨炮对决。届时，飞弹、雷射、电磁炮、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将交相辉映，战场瞬息万变。技术的突破让战争形态更趋复杂，也让人类承受更大的风险和考验。最后，不妨回到这次事件本身。中共在黄海耀武扬威8天，本想以火力震慑日本，岂料日本以一门崭新利炮做出响亮回答。这场隔空较量耐人寻味，它表明了武器科技的发展往往能在博弈中出奇制胜。当年核武的出现使得大国不敢轻启战端，而今电磁炮的横空出世或许将再次改变强权间的算计。对我们普罗大众而言，当新闻标题哗然喊出一炮打回石器时代这样耸动语句时，不仅是一种夸张的比喻，更是真实世界里军备竞逐的缩影和警示。未来的和平将取决于各方在新技术力量下能否保持理性克制。希望那些号称毁天灭地的武器永远只停留在演习场和试验靶，而不必在真实战争中鸣响。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在这场新军武革命中寻得平衡，在风云诡谲的东亚局势中守住和平的底线。